美国的长期公债，它的殖利率呢，基本上是靠预期心理来决定的。而预期心理呢，它不是说你现在发生了，它就产生这样的预期，而是在事前这预期心理就形成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说是利多出尽，就是按照预期它会降息，所以公债升高。而到目前为止呢，是美国降息2码对美元的价格的打击是比较大的。那欧洲呢，降息1码就是表示欧元即使要贬值，不会贬那么多，所以有可能就使得欧元它的价位呢可能会比美元要高一点。可是这样，他想要救经济的效果就会减弱，不是吗？因为相对之下就变成是它其实是升息的。对，就是说一个降息它有太多的后果产生，所以你必须要去。欧元区已经把它的经济成长预测呢，已经从0.9%降到0.8%了。到了明年后年呢，还各往下降0.1%，所以就表示呢，他对于经济的前景呢，他看法呢不是乐观的，是偏向悲观。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它的通货膨胀率呢反而预期会上升，所以它就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了。你要降息，你是为了拉经济，但是你在拉经济的同时呢，通货膨胀率又被你拉高了，所以它可能不像我们的利率等于是保持在原来高度，而美国一直在降低，所以利差缩小呢，它基本上它会对于资金会产生影响，就是资金呢可能不是在往外跑了，会往里跑，所以台湾会有很多的资金进来，很多资金进来，当然一方面是好事情了，股市会大涨，但是呢，坏事情就是它会。老师，这一次欧洲央行降息1码，然后美国很意外降息2码，那台湾跟日本是维持利率不变。那其中其实最意外的就是美国竟然一口气降息2码，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吗？美国降息2码的原因可能是联准会呢，在降息之前呢，他对美国的经济有一点点悲观，他认为失业率可能会再往上升，而经济成长率呢会往下降。所以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呢，他可能觉得用一个惊奇来激励大家会比较好，所以他就很意外的就降了2码。当然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事前大家都会说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到是不是联储会看到经济要衰退了，所以用这么强烈的手段。结果过了之后呢，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心理，所以就表示呢，他这次这个突袭式的降2码呢，好像是成功了。那是因为它劳动力市场有什么样的数据有一些危机吗？就是失业率开始在往上升，这就是他主要担心的问题。老师，会不会跟选举有点关系啊？还是说其实关联性不大，因为这个降息它有滞后效应，也没有办法那么快反应。Sir,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e Fed cutting interest rates today? I guess it shows the economy is very bad to cut it by that much. Assuming they're not just playing politics, the economy would be very bad, or they're playing politics, one or the other. But it was a big cut. And in fact, in the speech today, that was in the section about Fed independence an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respecting and honoring that independence. It's obviously a stark contrast with our predecessor. Never has the president spoken to Chair Powell about interest rates. As president, never has he pressured him. 跟这个选举有没有关系？这个是谁都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呢，联准会到目前为止呢，至少在拜登政府的这个阶段呢，拜登政府始终表示他让联准会保持中立，他始终不干涉。所以联准会呢，现在应该不会受到川普的压力，也不会受到贺锦丽的影响，所以他应该没有政治影响。Yeah, so this is my 4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at the Fed, and it's always the same. We're always going into this meeting in particular and asking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for the people we serve, and we do that, and we make a decision as a group,
and then we announce it. And that's always what it is. It's never about anything else. Nothing else is discussed. And I would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things that we do really affect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the most part with a lag. So nonetheless, this is what we do. Our job is to support the economy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应该就纯粹就是他对于未来情况的这个观察，而且这个观察呢，也可能是代表他事先就估计到降两码呢不会引起太大的负面反应，所以他就一次就降两码，等于是赌了一把，结果赌成了。老师，因为有观众就很关心，想说，降了2码，那他想要就是请老师预测一下，说未来2年这个美国降息升息的这个节奏、强度还有几次，每次多少？那有什么因素来决定？因为我看有那个利率点阵图，好像可以看得出来它未来的这个走势。对，就是这个利率点阵图呢，是跟联准会这次降两码绝对是有关联，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做的。可是，在联准会降两码之后呢，8月份的新的数字出来了，这个新的数字呢，让大家吓了一跳，因为非农就业人数呢增加了24万，原来预估是15万，你看它超出了9万，而且比上一次的15.9万也多了很多，就表示呢，它的就业市场呢还是很强劲。同时呢，失业率降了4.1，比7月份还降了0.1，那就表示呢，它的劳动市场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好很多。如果当初呢，联准会做这个决定之前呢，这个数字已经出来了，联准会应该不会降两码。所以现在呢，大家就认为就是下一次再降息的时候呢，11月应该顶多降1码，12月呢，甚至如果当时的经济情况更好的话，甚至可能不降。所以就表示呢，美国经济如果它保持这样强劲的状态的话，联准会的降息呢，很可能就慢慢就停止了。老师，因为我看它的利率点阵图，到明年它其实又会再大幅度下降。那到明年年底的时候，利率只剩3.4，它的中位数在3.4，那代表现在还没降息之前是5.25到5.5，代表说到明年年底的时候，它总共降了8码这么多，所以到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它必须这样加速。目前看起来劳动力市场是 OK， 那明年是不是比较有隐忧吗？问题就是现在连第4季的情况都看不清楚，不要说明年了。因为在联准会做这个决定之前，或者说在联准会的这些成员做这个点阵图之前，美国经济的预测呢不是很理想。而现在呢，这么好的数字出来了，如果现在重新做点阵图，我想不是跟这个一样了。因此，这个点阵图我觉得已经不足以作为参考了。Usually, the Fed is embarking in an aggressive rate cutting cycle because something has broken in the economy. And that's just simply not the case, in our opinion, as you look across the wide swath of data that we track. Yes, the manufacturing economy in the US is in something resembling a recession. However, the services economy, which frankly is a much larger part now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than it used to be, and a much larger part than manufacturing is today, that part of the economy is actually growing gangbusters, and I think speaks to the overall health of what's going on in our economy. 那决定未来就是到明年它利率下降幅度，未来的决定因素有哪些要注意？当然，第一个就是经济成长率，因为大家一直担心会硬着陆，目前看起来好像不会有这样的疑虑。另外就担心劳动市场可能失业率会再升高，现在好像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它的劳动市场还持续这样热络，而经济成长率呢也没有降下来，那个时候呢，它的联准会的这个考虑呢，可能就会比过去更缓和。老师，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们也很在乎所谓的通膨。The longer it lasts, the more extreme the measures will have to b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ircumstances, and the costs will escalate significantly. We could see an impact on inflation. You know, if the strike were to last more than a month, you would see inflation ticking up. And if it goes 2 months, you'd see it ticking up a lot. 码头罢工已经结束了，暂时结束了。其实这个码头罢工呢，听起来不太合理。
你知道这码头工人的这平均薪资多少？你知道吗？一个月40万台币。那这次暂时达成的协定是再往上调62%，是多少呢？就到60万台币了。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抗议是因为就是资方要给他们涨50%一半，他们觉得还不够这样。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资方所获得的利润太高了，他们要分一杯羹，所以他们就觉得现在这个公司呢还不满意，还可以再往上升，所以他现在已经往上升，已经到40万了，再往上升，如果再加50%的话就60万，他觉得还不满意，所以他可能要到70万才满意。所以目前暂时的协定是到70万了。The ILA is fighting for respect, appreciation, and fairness in a world in which corporations are dead set on replacing hardworking people with automation. Employers push automation under the guise of safety, but it is really about cutting labor costs to increase their already exceptionally high profits. 那薪资上涨，相对的它就会反映到物价上面，这会有一些波动吗？到底码头工人的人数不是那么多，所以它的薪资上涨呢，可能会让运输成本会提高一点点，但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了，所以影响不会很大。那老师以目前的，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经济状况，然后通膨还有劳动力市场来看的话，他们的未来的利率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波动，就是可能不像它利率点阵图当初设想的下降的这么多，可是它还是降息的这个趋势不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元跟黄金的走势会怎么走吗？当然，只要美国不断降息的话，美元当然就应该会不断的往下跌。这个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趋势了，而当美元往下跌的时候呢，黄金就会往上升，所以这个趋势跟目前的这个降息趋势呢是同步在进行。降息如果缓和一点，那美元下跌的幅度也会缓和，黄金上涨幅度也会缓和，就是这几个几乎是同步在往前走，所以看起来呢，就是这个趋势呢，基本上呢。不会改变，但是可能会缓和。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还蛮奇怪的，就是美国启动降息，那照理说就是相对的美债价格就应该会往上走，可是我们看到反而是相反的走势，就殖利率快速上升，然后美债反而是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按照专家的这个说法，他们说其实美国的长期公债它的殖利率呢，基本上是靠预期心理来决定的。预期心理呢，它不是说你现在发生了，它就产生这样的预期，而是在事前这预期心理就形成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说是利多出尽，就是按照预期它会降息，所以公债升高，而到目前为止呢，是已经大概升到尽头了，所以大概就是也就保持在这个状态，大概很难再继续再变化。除非它的降息的这个行动呢，再进一步加强。好，因为我看它这个30年期的美国公债，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就是9月初的时候，它殖利率往下，价格往上，可是在它就是开始宣布降息之后，反而是价格往下。可是这个幅度其实还蛮陡峭的，这跟美元它比较强劲会有一个相关性吗？美元应该没有那么强劲了，所以。目前这个呢，他们就认为就是在这段时间呢，它已经在实现预期，把过去预期要降息所产生的反应呢，在这个时候呢让它实现了。所以他们说，可能到这个地方呢，差不多就告一段落，大概再往下呢就不会有太大变化。所以，如果之后美国像今年年底以前，它原本利率点阵图说会有2次的降息，然后像刚刚老师说，有可能会减为只有1次。如果它的表现还不错，经济表现还不错的话，那如果只有降1次的话，它这个曲线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说，如果它发生意料之外的一些变化的话，这个曲线就会改变。所以目前可能已经有点改变了，就是因为当初大家都预期这次降2码，下次又降2码。那现在我说下次只降1码，而且很可能12月就不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预期的这个心理呢，就会反映在债券的殖利率上面。
所以到时候殖利率可能会再往上升一点，然后价格往下一些，可能就不会像原本当初大家乐观预期说要买美债这样的情况。那除了这个美国之外啊，像欧洲央行它只有降息1码，人家会说美国的经济相对还比较强劲，它一次就降2码，就欧洲这么走弱的情况之下，它只降1码够吗？欧洲是在美国之前降息的，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料到美国降2码。如果欧洲是在它之后降的话，也有可能降2码。但是呢，因为它没有先见之明，所以就降了1码。那降了1码的原因呢？当然，首先是它要降息，是因为它的经济表现的确不好。当然，德国的拖累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改善。The slowdown of the German economy was certainly anticipated by the Bundesbank, certainly the ECB as well, and shared on a Eurosystem basis. So it's embedded and included in the projection that we have. And we analyzed that very carefully with members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because there is clearly heterogeneity amongst various countries. 所以，欧元区已经把它的经济成长预测呢，已经从0.9%降到0.8%了。到了明年后年呢，还各往下降0.1%，所以就表示呢，他对于经济的前景呢，他看法呢不是乐观的，是偏向悲观。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它的通货膨胀率呢，反而预期会上升。Staff see headline inflation averaging 2.5% in 24, 2.2% in 25, and 1.9% in 26, as in the June projections. Inflation is expected to rise again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year, partly because previous sharp falls in energy prices will drop out of the annual rates. Inflation should then decline towards our target over the second half of next year. 所以它就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了。你要降息，你是为了拉经济，但是你在拉经济的同时呢，通货膨胀率又被你拉高了。所以它可能不像美国这么单纯的，就是只要考虑劳动市场就可以了。因为美国认为通货膨胀率现在已经到了他满意的状态了，欧洲呢并没有如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降1码呢，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提振景气的做法。不过用降息1码的方式呢，来提振景气呢，对德国的帮助应该不是很大，因为它是本质上发生问题了。所以如果对德国影响不大，那对欧洲的经济成长呢，就不会有太大帮助。所以我想就是对他来说呢，就是这个降息这个东西呢，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就降1码。所以即使美国在它之前降2码，它不见得会跟进。好，可是像这样子，就是美国降息了2码，然后欧洲只降息1码，那美国的降息对于欧元区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当然，美国降息2码对美元的价格的打击是比较大的。那欧洲呢，降息1码就是表示欧元即使要贬值，不会贬那么多，所以有可能就使得欧元它的价位呢可能会比美元要高一点。可是这样，他想要救经济的效果就会减弱，不是吗？因为相对之下，就变成是它其实是升息的。对，就是说一个降息，它有太多的后果产生，所以你必须要去权衡到底你要哪一个。尤其是他没有预料到美国降息2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今天在讨论他为什么只降1码，都变成事后诸葛亮了。所以变成是我看他下一次的降息时间其实比美国还要早，所以到时候他有可能干脆补降嘛，就是干脆降息2码嘛。在美国降息2码之后呢，欧元区的情况呢有改变。就当初大家都预估它10月不会再降了，12月才降，而现在已经开始认为到10月就会要降了，12月再降一次，就表示呢，大家实在真的是比较关切欧元区目前的状况。觉得在美国大降息的情况之下呢，它可能要稍微改变一点，而且也表示就是大家对于欧元区的经济的未来呢，还是比较忧虑的。
而且到时候，如果欧洲央行在10月的时候降息嘛，然后美国11月又再降一码，那12月呢？12月变成是欧元区就一定得再降吗？有可能，对。可是美国的话，它可能还是要权衡它自己的状况。对。好，那除了欧美之外，就是在台湾的部分，就是像这一次美国一口气降息2码，因为我们是在他记者会当天下午才开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那我们是维持利率不变。那其实有人示警说，其实照理说我们要所谓的预防性的降息，因为认为我们当然经济强劲是因为我们的科技业非常的好，可是相对于我们的制造业其实非常的弱，所以老师的看法呢？科技业也是制造业。所以我们应该分的是科技业或者资讯电子业跟传统制造业，而传统制造业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石化业。而这样的一个二分呢，事实上呢，有很多的因素影响。就资讯电子业来说的话，他们受到 AI 的这个帮助太大了。事实上，台湾的资讯电子业呢，可能在这段时间，不论是它的股票的价格啦，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成长，都受到 AI 很大的一个益助。可是传统制造业呢，它的情况不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陆它的制造业很不好，所以它的这个产品呢不断的在降价，在输出，所以它打击到全球市场的价格，而打击到台湾的市场的这个价格，所以像我们的这个石化业就因为这一点呢受到很大的打击。那另外一个呢，当然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的资讯电子业呢，在全球免税的协定之下呢，它可以畅通无阻。但是我们的传统制造业呢，没有得到这样的免税的优待。相反的，我们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我们都要付全额的关税，因为我们没有参加任何的区域的这个同盟。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传统制造业本来就居于劣势，而现在呢，又因为中国大陆市场的这种弱势，又带他们再往下走，而这个情况呢，不是你用降息这样的手段可以改变的。不过同时就是你根据中央银行它发表的这些预测数字，他认为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很好，第一季已经不错了，第二季更好，5%以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好像没有什么降息的理由。而在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呢，就是目前呢，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呢也很低，而且明年可能低于2%，所以也没有什么降息的必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事实上呢，中央银行呢，它还是这次以打房为主，它用各种方式来打击银行对于住宅的贷款，用这个方式来让房市降温，所以这个才是中央银行的目标。所以我们中央银行呢，跟美国中央银行最大不同就是，联总会呢，它一心都在劳动市场上面，而我们的中央银行呢，它一心都在房市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目前呢，我们的房市的情况呢，有点接近美国的次贷风暴爆发之前的状况。他很担心台湾会发生次贷风暴，所以他要用各种方式把这个火药都把它抽离出来，免得到时候呢酿成大祸。老师，我看主计总处在8月中的时候，其实是调降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预测，虽然只有调降一点点，可它是调降的。那另外一方面，我在看这个，就是央行对于我们今年通膨的年增率是略微往上调整到2.16。所以我们过去说希望在2以下，可我们现在是说，我们应该都会在2超过一点点。所以在下一次央行理监事会议，就是在12月的时候，那这当中其实美国已经有2次的 FOMC 会议，那看起来降息2码不确定啦，可是应该1码一定会有，就1到2码之间。那到时候我们的央行会怎么做呢？央行总裁已经讲了一句狠话，他说台湾的利率要到1.5%到2之间。那个时候呢，他才会考虑调整利率。他说，在那个阶段到达之前，他不会调整利率。同时，他认为现在的利率是很适中的，是不高也不低，要保持在这个状态。所以看起来这样子，我们之间的台美利差变小的话，这样对于我们的出口好像不是很好吗？当然，就是我们的利率等于是
保持在原来高度，而美国一直在降低，所以利差缩小呢，它基本上它会对于资金会产生影响，就是资金呢可能不是再往外跑了，会往里跑，所以台湾会有很多的资金进来，很多资金进来，当然一方面是好事情了，股市会大涨，但是呢，坏事情就是它会把新台币的币值会推高，而币值推高呢，当然对于台湾的这个商品竞争力呢会有打击。不过，因为美国在降息的时候呢，美元贬低了，其他的亚洲货币其实都在升值。我们的竞争对手像日本现在其实升值的比我们还预期还厉害，所以如果其他竞争对手也都在升值的话，那台湾就不会太担心了，因为你的竞争力不会因为汇率的这个差距而发生影响。因为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跟这些亚洲国家竞争，尤其是日本跟韩国。对。可是日本的话，真的没办法，因为他们未来还会继续升息，看起来几率很大。可是韩国就比较不一定了。对。最近诈骗集团相当猖獗，中天财经频道、全球震惊周报在此特别声明，无论是频道、节目，或者是来上节目的教授们，绝对没有在脸书或者是 LINE 开设投资的群组，请大家不要受骗上当。极端气候冲击全球经济之外，紫外线也容易对肌肤造成伤害，所以保湿和防晒工作马虎不得。请多多支持中天自有品牌 KS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一起看完40秒广告哦。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皂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